的光芒。应该承认我什么平常，却不敢沉默的冷场。Break it down, I'm taking over now. Dove it out, that's what I'm all about. 我们注定要穿过一阵新的围墙，解锁一道光。我们知道未来还有无限的巨浪挡在我前方，他们都筑成令我登高望远的路，试炼我启发我成就我给我的量，最终决定自己命运的走向，握在我手上。这份资料里解答了有关我论文数据的一切质疑。你看出什么来了吗？这里面有清晰完整的数据采集过程，还有当事人授权书和神经治疗机构开具的证明。这些资料可以完美应对我们之前对他论文数据的质疑，他是有备而来的。你的意思是，他预判了我们之前所有的预判？这些数据确实没有造假，我并不质疑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因为这篇论文里面所有的临床数据都是我在治疗来访者的时候亲手记录的。安静安静啊，请大家安静一下。我提供了这么多的证据，你有证据吗？你光凭一张嘴就说我盗用你的数据，大家不觉得可笑吗？季明聪，你到底在垂死挣扎什么？在第6次会面中，来访者的情绪自评量表波动幅度减小。根据你的分析，这种变化是家庭焦点干预的结果，却没有考虑过治疗同盟发生转变的因素。在这篇论文中，只有大量所谓的临床数据，唯独没有任何来访者对咨访关系本身的评估。论文切入的角度不同，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是角度不同，还是因为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这组数据的前提是我排除了焦虑障碍、物质滥用等共病诊断的被试者得出来的数据，在你论文中并没有提及相关的筛选过程，这足可以证明你没有亲自参与实验，而且以你现在的临床经验，根本没有能力驾驭一形双向这种难度的案例。是吗？你怎么就确定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感觉好多了。可以的，这件事情我已经跟我爸妈说过了，他们同意我参加这个项目。这个声音不对，你听出了什么？我感觉好多了。可以的，这件事情我已经跟我爸妈说过了，他们同意我参加这个项目。季明聪，你能告诉我这份视频资料中的这位女士是谁吗？你提供不了任何证据，因为她是我的被试者，也就是我论文提到的 F。这个 F 是之前师姐那个来访者吗？别偷看，时机到了再有安排。是什么特殊的案例吗？我没有看过内容，就是老师对这个案子好像还挺重视的。刚才听不出来那是什么东西。没关系。哎，你还记得咱们画方屏的那次我们听的声音吗？或许我们往往身处在黑暗中，才能捕捉到那些不容易忽略的声音。
是之前师姐是什么特殊的案例吗？别偷看，时机到了就要安排。就是老师对这件事情，我已经跟我爸妈说过了。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没什么，我觉得你以后一定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杨老师。季明聪，我拿出了所有证据，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有问题。姚小姐，你确定这视频里的是你的被试者吗？当然。那你可以提供这个视频的拍摄地点还有时间吗？去年夏天，在海市。你确定这段视频是你亲自拍摄的吗？我确定，但具体的日期我记不太清楚了。F 参与项目的时间很长，摄影记录超过了100个小时。不过我确定，他穿过这条红色裙子。那么你的论文确实存在盗窃他人临床数据的问题。我还是那句话，你有证据吗？证据就在你刚刚播的那段视频当中。不可能，先别着急否认，能不能把这段视频再重新播放一次？清者自清。你认为呢？我申请中场休息。听出什么来了？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剧透一下。大家都知道，眼睛是很容易欺骗人的。可以通过环境的布置，把冬天变成夏天，把夏天变成冬天，更有可能把一座城市变成另外一座城市。然而声音却没那么好掩盖，但是很少人可以在不同的情景当中听出不同声音的特点。刚刚这段视频当中，大家有听到什么声音吗？没关系，我们把声音调大，再听一遍。可以的，这件事情我已经跟我爸妈说过了，他们同意我参加这个项目。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没什么，我觉得这回呢，有听到什么吗？嗡嗡的，断断续续的，听不清啊。没错，嗡嗡的声音，大家听一下，是不是这个声音？哎，对，就是这个声音。那您猜出来这是什么声音了吗？是歌哨。没错，是歌哨的声音。姚小姐，看您的反应，好像并不知道歌哨是什么呀？那又怎么了？这就是你所说的证据吗？歌哨是一种拴在鸽子尾巴上的哨子，随着鸽子飞翔，哨子会发出声响，而这种声音最容易出现在京北市。当然，很多没有在京北市居住过的人，甚至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声音。
然而，随着这几年玩鸽子的人越来越少，这种声音在京北市也很难听到。姚小姐，那我想请问您说的这段视频是去年在海市拍摄的，可视频当中为什么会有鸽哨的声音？难道就不允许有人在海市养鸽子吗？好，我暂且同意你这个观点。那么，为什么视频当中鸽哨的声音被分成2段了呢？你一开口说话，鸽哨的声音就会消失，甚至在来访者提到你的姓“姚”这个字的时候，鸽哨的声音明显产生了断裂。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姚可欣啊，你知道这个结果可是要关系到你的前程和声誉问题，你能不能给大家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或者你能提供这个病人的联系方式，让他来为你作证？对。我想唯一的解释就是，姚小姐的声音是经过后期剪辑的。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可以找专业的人士来检查音轨。今天的听证会到此结束，校方将在会后继续求证实验资料的可信度，全力查清事实真相。赫顿，同样是女人，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就因为她是你的老师，你就要帮着那个恶魔一起来伤害我吗？姚小姐，请你不要混淆视听啊！是你自己没法解释他提出的质疑。我需要解释什么？解释你为什么冒充记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接近我，还是解释姬明聪和他的高徒是如何捏造虚假证据来陷害我的？姚可欣，任何的指责都需要证据。那你可以回答我关于你论文的质疑吗？你可以提交有关于你被试者的联系方式吗？只要你提交了，比你在这儿说100句都更加有力。你要我提供我被试者的联系方式，那他呢？他能提供他所谓的来访者的联系方式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你不明白吗？你这是在狡辩。我想学校既然已经答应将这件事情调查清楚，那么我的建议是，我不能。我答应过我的来访者，对他的身份要严格保密。我今天向公众提出这份论文的数据与他有关，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违反了我们之间的约定。姚小姐，我不知道你从哪儿得到这份资料，但我绝对不会再提供有关我的来访者任何的信息，也希望姚小姐停止对我的诽谤行为，不要再泄露来访者的任何资料。闹剧就此打住吧，该做的我都做了，结果你们定吧。金明宗，你现在就想走了吗？你以为你所做的一切真的天衣无缝吗？你要证据是吗？我多的是。昨天发生的一切，是我此生犯过最大的过错。我违背了一个心理学从业人员的基本操守，愧对于自己的身份，愧对于自己的职业，愧对于你的父母对于我的信任。我不得不面对自己卑劣无耻的内心。从见到你的第一面开始，无数次的在脑海中勾勒着我们相爱相拥的影像，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自己是如此的渴望你，从哪来的？渴望我们能够光明正大的在一起，渴有望你爱人的身份。这是你给我写的悔过书，你忘了吗？季明聪，你这个卑鄙无耻的老色鬼！赫顿，你好好看看，你敢说这不是季明聪的笔记吗？你还要再为他辩解到什么时候？教授，你怎么了？教授，你没事吧？药呢？那药在哪儿？药在哪儿啊？先开衣服了，帮忙！没事吧？教授。教授，喝点水吧。
咱们还是去趟医院吧。没大事儿，就是一口气倒不上来，吃点降压药就好了。现在吃吗？你有什么想问的吗？我想问听证会上的那封信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也看出来了，这听证会啊就是个幌子，姚可欣就是没棋子。他们要的不仅于此。所以你早知道他背后有人，这就一开始你不让我参与的原因。这都是以前的恩恩怨怨，我不想让你管，是不想让你搅和进去。但你哪一次听过呢？所以这场听证会是为了引蛇出洞。见招拆招罢了。教授，那你这次有看出什么吗？或者你有怀疑到什么吗？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想问我，但我答应过某个人，绝不可以再提起关于他的任何事情，哪怕事已至此，我也不想把他牵扯到这件风波中来。他是谁？是这封信的主人公吗？教授，这封信我见过，那上面的字迹真的是你写的吗？既然你已经有了答案，何必再问我呢？昨天发生的一切，是我此生犯过最大的过错。我违背了一个心理学从业人员的基本操守，渴望他人的心。要不是季明聪，你妈都不会变成这样的。我上次在您家看到一个紫色的格子，还以为是季夫人的呢。一个朋友给我的。只是一个朋友吗？身后的，这能讨点什么呀？季教授睡着了，回家了。再陪我待会儿吧。我看到他吃药了，身体应该没有大碍，别担心。怎么了？心不在焉的？他什么都不跟我说，我想帮他根本帮不到。我不知道他是自己有安排，还是这件事情是真的。如果是真的的话，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心里就是很乱。你知道刚才我进去的时候，他跟我说什么吗？说什么？他让我好好照顾你。季教授是很关心你的，只不过是现在啊，你们有不同的想法。他应该也知道你是担心他，他不想让你参与进来，可能是怕影响你的生活。可是我不能置之不理。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亲的除了家人、朋友，就是季教授了。当然，现在还有你。哎，说真的，你觉得季教授会爱上姚可欣吗？我不觉得季教授是那种罔顾道德、公私不分的人。那封信一定不是他写给姚可欣的，但有可能是作为咨询师写给他的来访者的。其实我觉得那封信更像是一封情书。不可能，他在咨访关系里非常敏感，他不会干出这种事情，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的。你还记得那封信开头的前两句吗？我违背了一个心理学从业人员的基本操守，
愧对于自己的身份，愧对于自己的职业，愧对于你的父母对于我的信任。那封信在忏悔自己的同时，也在表达爱意。我能感受到季教授在写那封信的时候的痛苦与挣扎。按你的分析，那封信就证明他犯了已经无法挽回的错误了。何丹，不能这么想，这人无完人，不能因为我们去信任一个人，就不允许人家犯错。他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犯错，都有自己的苦衷。不能因为我们选择相信某个人，就强行的去要求他必须得做到完美，那样活得太累了。我看你现在挺累的，要不要我帮你松快松快？怎么了？啊！怎么了？哎呦，疼死我了！啊！别装了，你根本没有那么使劲，好吧？你有，你就是在季教授你使不出劲儿来，全在我这使出来了。我看看哪儿疼了？这个。有情绪呢，我们至少发泄出来，这没错，是吧？来，男朋友专属。拒绝。好了，我只是在假设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这个事情当中呢，他一定有隐情，但是季教授有他自己的固执，那是他的事儿。如果你要是真的放心不下，那我就陪你查下去，咱们查到底。干嘛？干嘛用那么崇拜的眼神看着我？觉得你傻乎乎的，还挺可爱的。田开业，谢谢你这么认真安慰我这么久。不是男朋友应该做的吗？走吧，回家。回家。回来了，这么大火气啊！喝口茶吧。录像带还不够吗？你为什么要把信也给他？幕已经拉开了，当然是越热闹越好。我以为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后悔了，信的性质跟录像带有区别吗？你别忘了，我们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再说姬明从身边有何盾，今天要不是那封信，姬明从就脱靶了。但是你的那封信相当于把他暴露在了所有人的眼皮底下。不然就等到你找到傅唐的时候，你亲口问问他，为什么扔下你不管了？我告诉你，我的目的只想找我妈，别的事情我都不想做。如果以后没有必要，我们俩可以不用联系。很多事情一旦开始就不能回头了。我告诉你，今天就是结束。你会后悔的。教授，你没事吧？教授，药呢？田开业，田开业，过来帮忙！哟，怎么这么晚又回来不打个招呼啊？妈妈，我想你了。前天不是刚回来，怎么又想我了？怎么啦？前天刚回来，今天就不能回来啦？今天不能想你啦？不能充电啦？想，充电，天天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做去。不用了，妈。
我的老妈呀，我听见你看新闻了，不用担心我啊。哎呦，你怎么还有这超能力啊？什么超能力啊？你这门没关严，我在门口就全听见了，想不听到都难。真的是老了，都不知道关门啦。哎呦，老了。妈，你觉得对于鸡轿车这个事情，你有什么看法吗？他们不都说是有个女孩陷害他吗？可是也很多人说不相信季老师，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要隐瞒我。隐瞒你？今天钱开也跟我说，当你很相信一个人的时候，可并不代表这个人他不会做错事情。我想想，他说的挺有道理的，所以我心里还有点难受。你说季教授这个事情，我是管呀，还是放手不管了？这个真要看看你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哎呦，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我还是想问问您的意见。这么问你吧，你是在乎他这个事情做错了呢，还是说很在乎他隐瞒了你？这个很重要。身为他的学生，我希望我的老师是德高望重的，而且很多时候，我其实把他当成我的亲人，我不希望他身上有污点。也就是说，你害怕他让你失望，你过去对他的敬仰、崇敬，一切都毁灭了，是这样吗？而且我觉得他不信任我，我总觉得他做这件事情就是故意想让自己很被动，好像想让自己受惩罚一样。那真相是什么？其实我也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顿顿，你真的不应该强加于别人一切对你坦白，包括情感，包括情绪，包括所有重要的事情，没有这个义务，人家。我也不是很了解你们教授，不管怎么样，你记住，妈妈永远是和你站在一起的。你要怎么样，妈妈就陪着你，怎么样？哎呀，果然哈，相比男朋友来说，还是老妈厉害。一样的话，可是说出来啊，就是感觉不。刚才跟我说“男朋友”3个字，谁呀？谁？我今天回来，这不正想向您坦白来的。那我先猜猜吧，是那个钱开义。太好。怎么样，好不好看？唐丽丽，你有事儿啊？你精神重创啊！你穿成这样，我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乖巧伶俐、干练清新？倒也是了。你穿我这套衣服吧，有一种改头换面的感觉。真的吗？你别吼吼吼了你，是不是有情况了？就是这样的啊，我呢，打算开始做良好公民了。你以前就不是良好公民了。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打算进派出所那次啊？这不是那接警员吗？就他。人民警察根正苗红的，可以。老何，我跟你说，我真的想明白了，我被自己过去的经历束缚太久了，我不要再依附自己害怕失去的，我要追求自己真正喜欢的。我给你洗脑洗了这么多年啊，还不如这爱情的力量大。不过恭喜你，才不是呢，
告诉你，要是没有你过去的谆谆教导，哪有我现在的茅塞顿开呀？我决定啊，为了感谢你的服装指导，我自愿承包一线西家务，怎么样？我才不信呢！哟，跟钱一出去啊！烦死了！这个黏糊蛋！好了，你快走吧，这我来搞定了。钱开义，我想好了，想好什么？我要做姚可欣的专题。哎，你看路好不好？姚可欣又不是洪水猛兽，没那么害怕的。不是，何顿，这件事我不太赞成啊。我知道你担心我，但你放心吧，我既然想好了，我一定把这个话题做得很好。但有一个道理啊，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尤其是咱们做媒体的，在这一方面更敏感。到时候所有的火力全集中在你身上，你逃都逃不掉。可是，一件事情发生了，那我们要做的，不就是向大众提供更多选择的角度吗？给他们提供辩证思考的渠道，这才是我们应该真正履行的职责。这个道理我懂，但是你一旦发言，不论你说什么，听众更在乎的其实是你的身份，你能明白吗？反正我已经想好了，你就放心吧，这个专题一定做得不会很差的。而且，《心扉夜话》也是我的节目，我不想让小丽跟东子在台里过得太艰难。你这么做，不会是为了我吧？女侠老妈赏的，尝尝。再见啊！哎，再见。你好，请问有什么事情可以？嗨。你怎么来了？我来办事儿啊。看着不像有什么事儿啊。这位女士，请问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助你吗？有啊。你帮我把它吃了吧。啊，我特意掐着饭点来的，我还给你带了咖啡。你要是下午吃饱了犯困的话，可以喝。尝尝吧。我是公职人员，这是我办公的地方，你这是让我受贿呢？不是警察叔叔，吃个饭而已，你不用扣这么大帽子吧？哎，咱们俩什么关系啊？我这不知受贿是什么？你的意思是，我们俩沾亲带故了，你就可以吃了？你这人，怎么每次见你都是不一样的感觉呢？那你对我什么感觉呀？你要是再不走，就是妨碍公务了啊！不走，那你把饭吃了我就走。说了，我不吃。浪费就是犯罪。行吧，反正我就放这儿了，你想吃就吃。那我不打扰你办公了啊，拜拜。不能犯罪。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时间访谈，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卓。最近听众们对于心理问题的关注很是热情高涨啊，心理学会更是频频登上热搜。
本期时间访谈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来聊一聊关于心理师的职业性质以及校园性侵的话题。您好，文鹤。主持人你好。温老师，先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温鹤。我听说咨访关系结束后有一个3年期的规定，在这3年之内，咨访双方不能发展任何亲密的关系。这种伦理要求是一种很强制的规定吗？这是一种规定，没错，但更应该是心理咨询师去遵守的职业道德准则。那3年之后呢？如果3年期结束了，就可以重新发展了吗？3年期只是一个缓冲而已。作为一个职业的心理咨询师，在咨询当中应该要避免双重关系，结束之后也应该做好与来访者不再搭建任何关系的准备。所以，如果3年之后会产生亲密关系，就应该去考察这段关系的性质，以及这个心理咨询师他的职业素养。没有想到世界上真的有这种阴阳人，但是他那样的人居然帮李薇讲话。我不知道贺顿是谁。我当时看李薇的节目还挺喜欢他的，觉得李薇和姚可欣都很可怜，就是希望那个女主持人不要再借着他们炒话题了。大概也就是为了节目收视率吧。只要他玩双标，这种人太恶心。如果不是因为季明松是他的老师，他会这么帮他吗？丽丽，要不要吃早饭啊？唐丽丽。怎么了？藏什么呢？没什么呀。老贺，这些人就是无中生有，他们说话根本就不经过大脑的，你别听他们的啊。了解你的人都懂你，不了解的人根本就不重要。你放心，不管多少流言蜚语，我们这些人都会站在你这边的。老贺，你要是难受你就说出来，那实在不行你哭出来也行，我陪你。你这样容易憋坏的。有问题。听证会刚刚结束，就有人把我跟教授的关系拿来大做文章，这动作可真够明显的。你在想这个呀？针对教授的人没有放弃，现在把矛头指向了我。关键你一个季教授的学生，他们攻击你干嘛呀？现在能为教授说话的只有我一个人。如果我被击垮了，对教授来说是更大的打击。对方想看到的就是这个。这也太坏了吧！那咱们也不能就这么看着呀。不就是找媒体澄清吗？谁不会？我现在就给秦开义打电话。不能澄清，这种事情越描越黑。如今能做的就是静观其变，等对方露出尾巴。佳慧，我原来不知道你为什么喜欢住在这么偏僻的地方，我现在才明白，你喜欢在这里当缩头乌龟。不好意思，我想借个厕所。好，就在最里头。录像带是你拿的，我不过是用了一点小手段，你不也一样吗？利用了你的2个好学生为 F 档案做掩护。你到底是谁 ？F 档案还真是不好找，我差点就放弃了。所以，不然我怎么能见到季教授惨败的模样呢？佳慧，你是个好孩子，有什么恨，你就冲我发就好了，不要伤害他。他在哪？
我会告诉你的。他现在情绪很不稳定，需要安静的疗养。天哪！听说了吗？听说了吗？哎，咋了？天咋的了？天塌了？嘘，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刚路过茶水间，我听见王卓和温鹤的对话了。王卓说他们节目效果特别好，观众对温鹤那叫一喜欢。那跟咱有啥关系啊？王卓说要多做几期心理咨询类的节目，要让温鹤做固定嘉宾。啥玩意儿？这不和我们一样了吗？这是抄袭啊！就是，而且更气的是，王卓说温鹤更有媒体感，说潘台有意让温鹤取代我们贺老师的位置。这话是王卓说的。完犊子了！完了。咨询法律相关的问题，而且有很多。为什么会那样喝断啊？开义，我和王卓在聊事情呢。潘台，那你们先聊。你先别走。您之前特批把张淼弄走也就算了，现在节目就剩我们几个人，好不容易把新飞夜话给撑下来了，磨合了这么长时间，您又要换人。台历还没做最后决定。钱大主播，潘台这么做肯定也是为了节目考虑。你这么冲进来，不是为难他吗？我是怕他被有些小人的花言巧语蒙蔽了。钱开义，你到底什么意思呀？我还没问你是什么意思呢。你找了个心理咨询师也就算了，连做节目的选题也跟我们一模一样。你这么喜欢新飞夜话，干脆过来跟我混得了。我是听说你拒绝了校园性侵的提案，我才拿过来做的。那你听说过吗？我后来要向潘台提案了。开义，是我让王卓这么做的。我知道你很能干，也很有想法，但是你要想想，你的想法重要还是台历的想法重要？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要换掉贺顿，你自己问问你自己，你珍惜过我给你的机会吗？事实证明，你们这一期节目的成功，是因为新飞夜话的模式正确，但不能证明这两个心理咨询师哪个更受欢迎，对吧？一样的形式，一样的内容，不是高下立判了吗？那你敢跟我比一比吗？啊？我们各凭本事做一期节目，看谁的收听率高。钱开义，别胡闹！这个消息爆了！你听到什么了？行了，差不多走吧啊。那我们就互相切磋一下。晨曦绽放出一朵花语，这里有你与咖啡的香气。无论是阴霾转雨，还是天气忽然放晴，我都想和你在一起。一阵雨，轻轻的，远远的，飘出了天际，也带走我蓝色和多云的回忆。你绽放出晴朗如歌的风景，也看见你亮如星辰的眼睛，它温暖我的笑容，倾听我真实的声音，给我最温柔的回应。看见了美丽的爱情，
的心。